围岛军演不会落幕，直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围岛军演不会落幕，直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此次军演的4大看点。4月11日，法新社记者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对发言人汪文斌提问说，台湾国防部表示，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环台岛军演已经结束，今天在台湾岛周边仍侦察到大陆9艘次军舰和26架次军机，你能否解释为何这些军舰和军机还留在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信息量很大。按照常规，海上演习结束之后，军舰就该马上撤回基地实施保养、检修、补给等。但解放军的军舰怎么还会继续驻扎在演习海域呢？问题是包括了军机，这是否意味着山东舰航母编队并没有撤离了？演习结束了不撤离，解放军这是在干什么？释放什么信号呢？目标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目标。这就是围岛军演不会落幕，直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我个人认为，这次围岛军演有4大看点。首先是演习名称释放出主权执法的重大含义。这一次围岛军演的名称是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这就意味着军演不仅只有解放军部队，还包括了海警部队。而在此之前的4月5日到7日，解放军和海警部队先联合进行了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这是在释放大陆已经开始对台湾岛周边海域进行管辖执法行动了。从主权角度上说，这甚至比军演的象征意义更大。其次，这次演习的背景很直接，根据外交部国台办东部战区的通报，这次演习就是剑指蔡英文过境美国会见美国众议长麦卡锡，目的是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此次军事演习是对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与美国众议长麦卡锡见面的有力回击，同时也是针对台湾当局以美谋独的精准有力的震慑。请注意，还有这样一句话，此次演习其实是针对蔡英文当局谋独行径的一连串回击的重要一环。重要一环这个词意味着并非只有军演，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其他领域的惩罚性措施。第三，围岛演习的包围圈前所未有的严密。从军方发布的演习区域看，这次演习不仅出动的兵力很庞大，而且更加逼近台岛及附属岛屿。央视记者的视频报道以及报道用语还专门突出了岛岸线、山脉和建筑物清晰可见的说法。从地球曲率方面简单计算一下，早就突破了台湾方面过去自以为存在的海峡中线和12海里的领海范围。也就是说，央视记者报道的画面，那就是军舰应该距离岛岸线5公里左右，仅有 2.7 海里左右。如此近的距离也是破天荒的。由此可见，套住台独分裂势力的绳索越拉越紧了，他们蹦跶不了多久了。最后一点，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演习结束以后，军舰及军机就像演习尚未结束一样，继续留在台岛周围。这就等于环台岛战备警巡将是常态化的行动，不光光是军演，还有海警一道巡航和检查。这就等于打开了大陆对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海域和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的主权性质执法行动。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这2任众议长真是提速两岸统一的功臣。佩洛西去年8月窜台，促进了解放军战舰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巡航，而后成为常态。蔡英文过境美国会见麦卡锡，由此引发的解放军和海警围台执法也将成为常态化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国的倒逼并非全是坏事。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